办一张外国绿卡，可能要先签署服役相关协议，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俄罗斯实实在在的政策调整。基于此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的特意提醒在俄同胞，普京签署的这项新命令需要高度留意。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2月22号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发布了一则提醒，明确告知领区内的中国公民，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5年11月5号签署的第821号总统令，从该条例实施起，18岁至65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外籍男性公民在申请俄罗斯长期居留许可的时候面临新的要求，那就是要么签署一份同意在俄军事单位或紧急情况部门服役至少1年的合同，要么提供不适合服役的医学证明。那么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我们说的海参崴总领馆率先发声可不是小题大做。该领馆领区涵盖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勘察加边疆区、马加丹州和楚科奇自治区这5个俄的联邦主体。那这些地方呢，是中国公民在俄远东经商、工作最为集中的区域。移民局的窗口呢，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中国公民的这种签证和居留申请，对这条新政的这种感受最为直接和强烈。俄罗斯呢，为何出台如此强硬的一个政策呢？这背后是俄乌冲突持续4年带来的巨大的兵源压力据乌克兰国防部数据呢，截止到2025年底，俄军累计战斗损失人员已经超过120万。4年时间，这场被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的冲突早已经从最初的这个局部的冲突演变为一场拼耐力拼人力的持久消耗战。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普京就签署的部分动员令曾经引发巨大的震动。当时大批的这个符合征召条件的俄罗斯男性涌向边境，那波社会震荡和人才的外流呢，给莫斯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普京呢显然不愿意再次大规模动员了，刺激国内敏感的神经，只能退而求其次，把目光的投向正在申请长期居留的外国人。那从更深层次看，俄罗斯呢正将长期居留权与国防义务给挂钩。俄罗斯本身是义务兵役制的国家国籍居留权与国防义务有一定的关联，只是和平时期执行的较为宽松。随着西方制裁的持续俄罗斯经济呢被纳入到战时的轨道，面临劳动力短缺与兵源压力的这个双重的挑战。那这套新规便应运而生了，把申请居留的外国人同时呢变成和平时期的劳动者和战时状态的兵源储备。然而呢，这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的问题吗？说实话，有点难。把外国人和兵役呢绑在一起，能补充的这个兵源数量它毕竟有限。这条政策很可能导致大量有长期居留意愿的外国人选择观望离开，或者干脆不申请，转而寻求其他的途径。这反而会加剧俄罗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对俄罗斯而言，这更像是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个权宜之计，试图在不扩大国内动员的前提下挖掘潜在的兵源。目前从俄方法律条文来看，主要针对的是符合特定条件申请长期居留的外籍男性。如果只是拿着商务签旅游签去俄罗斯短期出差或者是这个旅游，那暂时不受影响。不过要注意，这项新规虽然先在远东地区执行，但是它是俄罗斯的这个联邦法律，理论上在全俄都有效。后续中国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其他的总领馆很可能也会跟进发布类似的提醒。那普京签署的这项法令，给所有在俄的中国公民敲响了警钟。俄罗斯正处于特殊时期，在俄的中国公民需要密切的关注政策的变化，结合自身情况做出合理的规划，确保合法的居留与人身安全了。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我们下期再见。